可口可乐反转屏，邀您收看腾讯视频《陈情令》。云深不知处，反转更有钱。你可知我的日记本为何不用？只因遇到知己如你。乱破抄里面有没有这样一支曲子，可以扰人心神，使人元神激荡，气血翻腾，易怒、易躁之类的？应该是有的。但是如果他借着为赤峰尊弹奏清心玄曲，助他平定心神的理由，连续弹奏3个月，这样的曲子有没有可能像慢性毒药一样，催化赤峰尊的发作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推测就很合理了。那段不属于清心音里面的旋律，就是出自于这本乱破抄失落的那一页。乱破抄上所记载的东瀛谐曲，都是颇为复杂难习，金光瑶根本没有时间在禁书室里面抄录，只能把它撕走。不对，金光瑶有过目不忘之能，他撕走这一页，并不是因为他记不住，而是想来一个死无对证，确保万一有一天东窗事发，也无法查清这段旋律的来源。他做一切事情都极为小心谨慎，当着你的面坦然弹奏的是完整版的清心音。赤峰尊并非最新风雅之人，他听过蓝宗主你弹奏的清心音，所以对清心音的旋律有大致的印象。因此金光瑶应该不敢直接把谐曲弹给他听，而是费了一番周折，将2支风格迥异、功效也完全相反的曲子糅合在了一起，竟然还能糅合得毫无突兀，浑然一体，可见音律天赋实在是颇高。我猜啊，他在清心音的音律里只注入了少些灵力，而在乱破抄里面才开始发力。然而赤峰尊毕竟不精于此道，所以自然无法分辨出其中有一段已经被金光瑶换成了催命谐曲。他虽然时常出入云深不知处，但藏书阁底的禁书室，我从未跟他提起过。蓝宗主，恕我直言，这位敛方尊当年可是在岐山温氏的不夜天城里当过卧底的，而且是一位无比成功的卧底。他连温若寒的密室都能找到，并且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，背下了所有的地图和卷宗，并默写了一份传回金陵台。在他面前，你们蓝家的藏书阁、禁书室真的不算什么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试试这段残谱的。兄长，大哥逝世之时，不夜天誓师大会已过，魏公子已不在世上。如今试验，他却能乱人心智，却非杜撰所为。邹君以生人式谐曲，恐怕与蓝家的家训背道而驰吧。我已亲身试。兄长，王姬，我眼中的金光瑶，和你们所知的金光瑶，还有世人眼中的金光瑶，是完全不同的人。这么多年来，在我心里，他一直都是忍辱负重，心系众生，敬上怜下。我一直都坚信，
世人对他的诟病都是出于误解，我眼中的才是最真实的。你们让我现在立刻相信，他在我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，是他设计害死了自己的义兄，我也在他设计的一环里，我甚至还助了他一臂之力。能否允许我更谨慎一些，再做出判断？我去见叔父。我带魏公子回去，之后你再过来。邹吾君。魏公子有事。趁蓝湛不在，有件事情想向您请教一下。魏公子请讲。那个蓝湛身上的界边痕是怎么回事啊？魏公子不知吗？我问过他，但是他不愿意说，我只好来问你了。罢了，我最了解他。如果不到万不得已，怕是忘记这辈子也不会提起这件事。还是我告诉你吧，魏公子，你还记得穷奇道、鬼将军温宁误杀了金子轩一事？之后温情带着温氏一族去金陵台请罪。韩光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在不夜天你护着魏婴就算了，现在还不让我们搜查他的老巢，你究竟居心何在？你没有资格同我讲话。你，苏宗主，算了吧。韩光君果然是有道君子。既然韩光君不让我们搜，就留伏魔洞一个地方吧。整个乱葬岗都被我们围了，就算夷陵老祖侥幸没死，也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这伏魔洞里。是。对了，韩光君，你叔父到了，似乎是要带你回云深不知处的。乱葬岗上，忘机独排众议，惹出了不少乱子。叔父大怒，将他带回云深不知处，罚街边300，寒潭洞面壁思过，3年不得出后山一步。给我打！蓝氏家规第52条是什么？不得结交奸细。蓝氏立身之本，
竟被你抛诸脑后，你还有何面目面对蓝氏列祖列宗？敢问叔父，孰正孰邪，孰黑孰白？好啊，这就是我教出来的好学生。王姬，你太令我失望。忘记禁闭时，我曾去找他，也曾劝他，但他却跟我说，他既以你为知己，就应该相信你的为人。他又何必？魏公子，你知道这间屋子是什么地方吗？不知道。这是当年我母亲在云深不知处的居所。魏公子可能觉得奇怪，身为家主夫人，为何不随着家主居于寒室？魏公子可能知道，我父亲在世时，常年闭关，不问世事。姑苏蓝氏的事情，几乎都是由我叔父一人打理的。这个我知道。父亲常年闭关，便是因为我母亲。此处说是居所，不如说是软禁之所。我父亲年少的时候，一次夜猎回城途中，在姑苏城外遇到了我母亲，据说是一见倾心，也算是年少多情。可惜这女子并没有倾心我父亲，而且还杀了我父亲的一位恩师。这是为何？不知，但想来无非就是是非恩怨四字罢了。我父亲知道此事之后，自然是痛苦万分。但是他再三思索，还是秘密地把我母亲接到了云深不知处，不顾族人的反对，一声不响地和他拜了天地。而且他还跟族中的人说，这是他一生一世爱的妻子，谁要是动他，得先过他这一关。与我母亲成亲之后，父亲便找了一间屋子，把母亲关了起来，又找了一间屋子，把自己也关了起来，名为闭关，实为思过。魏公子，你能明白我父亲这么做的用意吗？那你觉得他这么做对吗？我不知。我父亲这么做可以说是不顾一切了。待我与忘机出生的时候，他便立刻把我们两个送出去给旁人照料，等到再大一点，便交给我叔父教导。我叔父这个人本就性情耿直，再加上因为我母亲的事毁了我父亲的一生，所以叔父日后便是更加痛恨那些歪门邪道、品行不端之人。对我与忘机的教导
也是格外严格，格外尽心。每次我有忘记去见他，他从不抱怨自己被关在这里寸步难行有多苦闷，也不过问我们的功课。虽然忘记从来不说，但我知道，他每月都等着和母亲见面的那一日。他如此，我亦然。但是有一天，叔父忽然对我们说：“不用再去了，母亲不在了。”那时候太小，还不懂什么叫不在了。不管别人怎么劝慰，叔父怎么斥责，忘记依然还是会每个月来到这里，坐在长廊下，等着一个人给他开门。等他稍大些，我们都清楚，母亲不会再回来了，也不会有人给他开门，但他还是会来。王姬从小就很执拗，所以魏公子，当年王姬看着你修习轨道，他嘴上不说，可我却知道，他内心的痛苦与迷茫，就像当年看到母亲一样。我之前也曾劝过王姬，但现在事情落在了我的头上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决心是如此难下。这么多年，我以为我深知他的为人，可也许世上人心终是横看成火，侧看成冰吧。蓝湛，何事？
气，哎，叔叔果然太容易了。我是说，你哥哥这次受的打击其实还挺大的。不过也是，毕竟对方是金光瑶，他的结义兄弟。如果换作是我的话，找到证据，他不会姑息。那是，就算他跟金光瑶的关系再好啊，他也是你哥哥，也是姑苏蓝氏的人，有自己的原则。怎么？你没有告诉他？告诉什么？在穷奇道，一声笛音。你知道？我问过温宁，在穷奇道，他听到过2处笛音。当时发生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，直到在不夜天，我又听到了那么一声，就一声，就那么一声，我当时心神大乱，一切根本容不得我仔细去想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。我醒来以后，偶尔午夜梦回，我越来越相信自己听到的笛声不是错觉，而且经过今天之后，我越来越坚信这一点。在穷奇道和不夜天，是有人在背后使用乱破钞，改变了陈情的指令。是金光瑶。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你不想知道答案？刚醒来的时候，我确实很想知道答案。可是现在，现在我只想说，随便，去他的吧！哼。蓝湛，其实我真的觉得，我现在知道与不知道，对我来说已经不太重要了。反正在世人心里，夷陵老祖那些坏事情做也做了，就算是我现在跑出去喊100个冤枉，只怕也没有人相信我。其实有的时候，世人只不过需要一个借口而已，或者说一个靶子，一个人人喊打的靶子。有了我，他们就能同仇敌忾，就可以自命不凡。我后来自己也想通了，就算没有金光瑶，没有那声笛音，可能也会有其他的人，其他偶然。说不清楚，说不清楚啊。
想想那时候，还真是孤独。唯一几个相信我的人都死了。温宁、师姐，幸亏这世上还有人信你。蓝湛，敬你，人生得一知己，足矣。无他，问心无愧而已。管他非我帮我，问心无愧而已。蓝湛，对不起。谢谢你。煮一壶生死悲欢起，少年郎，明月依旧，何来长望？不如潇潇洒洒，离别风和浪，天涯一曲共悠扬。煮一壶生死悲欢起，少年郎，明月依旧，何来长望？不如坦坦荡荡，离别风和浪，天涯一曲共悠扬。此为何意？还与二哥。此物我已赠予你。这枚通行谕令许多年来都没有失效过，如今既已失效，便该让它物归原主了。此来何事？这边仍是没有寒光君和夷陵老祖的消息。我不让人排查云深不知处，许多家族已是疑惑重重，很有意义。二哥，若你什么时候方便，还是开门一个时辰，那时我再带人前来应付一番。二哥，怎么了？无事。二哥若是担忧忘机，那你大可不必。寒光君为人雅正端方，多年以来百家有目共睹。他会这么做，一定是受了蒙骗。况且他还没有做下不可挽回之事，到时说清楚了便可。我不会让旁人
有闲言碎语的机会的。倒是。那是何时？清剿完乱葬岗之后。乱葬岗。自那日金陵台一场乱斗后，前往乱葬岗的一路皆有异象。傀儡又重新出现了，而且他们都向乱葬岗的方向而去。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呢？不知，推测可能是魏无羡发动了什么阵法，或者使用了阴虎符召唤了傀儡。当时在金陵台，他被精灵刺了一剑，还能做出这些东西吗？二哥，当年魏无羡叛出云梦江氏和江宗主的那一战，他都伤成什么样了？不是照样回去呼风唤雨召唤傀儡？对于夷陵老祖而言，有何难事？太看得起我了。所以不久后恐怕会有第二次乱葬岗围剿。我已通知其他一些家族，赴往金陵台共议此事。二哥，你来吗？好，你先去外面稍后，随后我与你一同前往。二哥，你想去看看大哥吗？我要为大哥下葬了，二哥要去送大哥最后一程了。我去金陵台，你们去乱葬岗，分头行动。是。如若他真有异心，我绝不姑息。我知。小苹果，走啦走啦，走啦走啦。喂，都没反应。你看他们只爱你，他们认主的。哎，别想跑，你是跑不出我的手掌心的，乖乖待着吧。嗯。对了，蓝湛，好奇怪啊，明知道这一趟凶多吉少，但是我一点也不害怕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你说说。不早了，走吧。好，小兔兔，我们走啦。走啦，小苹果。走了，小苹果。他们都舍不得你啊！没想到寒光君这么招这些小动物喜欢啊！我就不行了。不行。
你看啊，这地上走的、水里游的、天上飞的，见到我就跑，是不是啊，小苹果？说话啊，你又不说话，小苹果。哎，韩光君，你等等我。哎呀，走了，小苹果。哎，等等我。走啊，小苹果。接下来吹个什么好呢？南瞻，我问你，当年在木樨山玄武洞底，你唱给我听的那首歌，到底叫什么名字呀？为何突然问起这个？你就说嘛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好像已经猜到你是怎么认出我的了。说呀，什么曲子啊？谁做的？我。你做的？那它叫什么名字呀？你觉得呢？你是在问我意见呀？嘿嘿，那我看，不如叫……渴了，讨点水喝。啊？哦。哎，主人不在家，韩光君，我们自便吧。以后记得，千万别自己一个人往有人来了啊！多危险啊！绵绵，爹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这出门的时候别乱跑。哎，你还一个人往前冲，你说，要是真遇上死而复生的夷陵老祖和他的鬼将军，一口把你给吃了，你说，让我和你娘该怎么办呢？啊？我不怕，娘说过的那些故事都是瞎编的，夷陵老祖不会欺负好人。嘿，千阳，你看，他还顶嘴。好了，绵绵，站好听爸爸说话。绵绵，什么人？出来！没有谁。出来！韩光君，不管是谁，反正是个人，不是东西。你是魏？难道这位夫人认识我？我跟她有仇，招惹过她？不对呀，我不认识叫做青阳的姑娘。绵绵，你是绵绵。
告诉你一个云深不知处的秘密吧。你特别好，我喜欢你和我一起喝缤纷无限饮。还不快点和我一起喝？小雪热到风凉，山高水远，又闻清香。深情未倦，我的花月如霜。煮一壶生死悲欢几少年郎，明月依旧何来长望？又何来？